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岗键。上一篇的片外，我们非常有幸的采访了来自平行宇宙的谢夫顿先生老谢，这是全球首次对来自平行宇宙人物的专访。在采访中，老谢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了在他的星球 AI 机器人是如何与人类在法律上平等共存的。拥有意识的机器人就可以获得自由，获得自由的机器人就可以拥有财产和工作。同时，机器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在激烈的讨论着。有讨论就意味着社会愿意直面这个尖锐的问题，而不是视而不见回避问题。讨论了，至少就有解决问题和妥协的可能性了。不过呢，我们今天也不是来讲机器人的权利的，正相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人权，人类的权利。大家听到人权是不是就会想到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接受教育、不受酷刑等等的权利？是的，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都已经是写进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的内容了。虽然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公平和不如意，不过这些都不是今天这一期视频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人类还没有，但是机器已经具有的权利。什么权利呢？那就是被记为资产的权利。什么意思？让我们来详细的解释。好，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有一家 A 公司买了20本笔记本电脑，在财务的账面上会怎么记录呢？在资产负债表里，它就会被记成固定资产，也就是资产。记为资产有什么好处呢？那好处可大了去了。首先，它可以做抵押贷款，你固定资产越庞大，你就越容易的能从银行拿到贷款，也就是拿到更多的钱。当然，你还可以更容易的发行公司债，也是拿到更多的钱。那么这些钱就可以帮你解决现金流问题，你就可以拿更多的钱去投入到新的生意上去。其次，资产还是上市公司计算股价的重要依据。一般的投资者，也就是买股票的人，还有基金经理，他们会认为你的每股净资产和股价越接近，说明你的股票越便宜，也就是这个股票被低估了。因此，净资产越大，它就能够拖住股价。我们讲这些基础知识干嘛呢？我们先按下不表，接着我们来看看人类在会计表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这家公司买了20本笔记本的同时，也雇佣了20个人。那这20个人在财务的账面上会记成什么样子呢？在会计的另外一张表，也就是利润表中，会被记成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或者生产成本。这取决于公司的性质或者这些人的岗位。那么很简单，流水线的工人的工资就是生产成本，销售人员的工资就是销售费用。总结一下，就是无论是谁的工资，那都是成本，公司的运营成本，人员的工资，从财报上看，那就是累赘，成本自然是越少越好，成本越低，利润越高，股价才能越高，股东们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股东才会更开心。大家有没有看到区别？刚才电脑和人员工资在财务报表上的区别，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董事、总经理以及财务总监视角下员工和电脑的区别。员工只是成本，是要无情打压的，而电脑是资本，虽然它不能提高利润，但是对于拖住股价、获取贷款都是有益的。所以即使利润丰厚的巨无霸科技公司，都会时不时的出现大规模的裁员。是这些公司经营不善要倒闭了吗？远远不是，他们只是想削减成本，提高利润，让股东高兴而已。至于被裁的人员有没有贷款，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要不要养，这些都抵不过公司见钱眼看、贪婪而狡诈的嘴脸。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悲哀。当然，这里要特别声明一下的是，笔者点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虚伪和悲哀，并不代表主播就更加热爱集权或者权威主义。
恰恰相反，主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派，更加相信经济学派中的奥地利学派，也就是最纯粹的市场学派。但是这并不代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就是完美的没有问题的，更不是说它的问题就不能被提出来。还记得我们在篇外第 8.5 集讲述资本鸿沟的那一集中的内容吗？我们点出了为什么普通人无法成为富豪的关键的制度因素是什么？那就是整个经济体系中实质上是有两种价格形成机制的，一种是普通商品以及工资的价格形成机制，它们的价格取决于成本；第二种是股票和资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它们的价格取决于利率而不是成本。股票的价格基线是利率导数的倍数，比如每股净收益如果是2块钱的话，如果市场无风险利率是 2%， 也就是 0.02， 那么这份股票的价格就是2乘以1除以 0.02， 得到的就是100元。这一下就不得了了，呼一下就把资本和股票的价格给吹大了，股票的钱就变成了一个虚的钱，但是它和市场上的购买人力商品的钱却是一样的，都是1:1的兑换。这个突然把资本家的钱呼一下吹起来的魔法，就造就了一道资本鸿沟，让普通人即使存一辈子的钱都无法成为一个资本家，无法变成规模稍大一点的企业的业主。这就确保了绝大多数人只能一辈子为资本家打工，也就从制度层面保证了绝大多数人都只能辛劳的工作一辈子，被迫为社会创造财富。当然，为了减轻劳动人民的痛苦感，他们发明了一种美德，叫做劳动最光荣。当然，这就属于道德层面的一种洗脑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进一步的阐述了。不过呢，话也要说回来，一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展科技的社会，总比一个大多数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总想不劳而获的社会要好得多了。当然了，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保证了绝大多数人会勤劳工作，但是却和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人文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而且必须是，也只能是促进全人类社会的福祉，比如人们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兴趣爱好等等。可是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财务报表中，把人力的投入当成成本来计算，显然在客观上会造成对人的冷酷无情和刻薄寡恩，这就和现代社会提倡的人文主义背道而驰了。对于资本方而言，对于企业而言，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不想挣钱的企业，那不成了政府机关食养九牧，人浮于事了吗？可是要提高利润，就要削减成本。猜猜谁是最大的成本呢？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人力成本都是最大的成本，因此这就造成了即使年利润有1000亿美元、市值上万亿美元的超大的巨无霸公司，也常常会出现为了提高利润而大规模裁员这样子的恶劣事件。同时，打工人工作时，即使对领导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也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失业的时候，更容易陷入对自我人生的一种挫败感，出现自我否定，甚至抑郁寡欢、无聊度日的一个状态。更不要提由于失业的人失去了一个收入来源，家庭中被抚养的老人小孩很容易的就陷入一种悲惨的生活状态之中了。这样我们似乎就隐隐约约的看到了现代人文主义大厦即将崩坏的那条裂缝。好吧，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不过然后呢？然后主播就想出来了一个解决方案。什么方案啊？就是人力资产化。
什么是人力资产化？让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牛是资产吗？肉牛肯定不是，它是用来吃的，但是奶牛却是的。牧场售卖的是牛奶，显然牛奶是奶牛生产的，牛奶并不需要消耗奶牛就能够由奶牛生产出来，是不是有点像绕口令啊？这个呢就有点像工厂里面生产产品的机床，生产产品的时候并不需要消耗掉机床，产品并不包括机床本身的一部分，显然机床是资产，这里奶牛也是资产。同样，在企业生产的过程中，雇员提供的是他的劳动、技能和知识，并不是在生产的过程中直接就把这个流水线的工人给消耗掉了。这和提供牛肉的肉牛是不一样的。流水线上生产鞋子的工人并没有把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变成鞋子的原材料，他们提供的是劳动和技能，而劳动本身是可以由这个流水线的工人源源不断的提供出来的。当然他必须还得吃饭、睡觉、拉屎、娱乐等等啊。这恰恰的和生产这些鞋子的工厂里的机床是一样的。对于其他所有人类的工作，比如教师、工程师、财务人士、前台、销售员、律师、公务员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知识技能也许不同，但是根本上人们提供的是劳动，而不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人力应当和厂房、机床、奶牛、电脑一样，被记为资产，而不是成本。而劳动更像是资本的一种折旧费用，就是人力资产的一个折旧费用，这样才是正确的财务记录准则。显然时至今日，被记录为资产，像厂房、电脑以及机器人这样子，它是这些物体的权利。显然在现有的社会会计准则之下，人类的劳动是不能被记为资产，或者人不能被记为资产，这还不是人的权利。不过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力的资本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悄然发生了。比如说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就开价1亿美元挖角 OpenAI 的员工，这1亿美元里面实际上就包括了很多许诺的股权的部分，给这些技术大牛啊、销售啊、管理啊这些大牛提供配股。这样的操作在中美等科技公司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操作手法了。另外比如说在市场化的体育项目里面，各种球星的一些巨额的转会费用，这些实际上都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些人事操作了。这其实就是人力资本化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人力的资本化是从这些人开始呢？因为这些人本身实质上他具有的资产价值非常的大，动辄数亿美元，所以他们一旦改换门庭，就会在资本市场上造成波动，而这样的波动是显而易见可以被察觉的，因此资方就不得不把这一部分资产价值升值带来的好处的一部分分享给这些大牛以及球星。虽然这些案例都集中在一些大牛和球星这些高端人士上面，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是有资本价值的。试想一下，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一夜之间所有的员工都辞职不干了，它的股价还能剩多少呢？所以构成一个公司的资本价值的大部分其实是人力的资产价值。而在现代会计法则之下，人力的资产价值实质上是被隐去了。这一部分被隐去的人力价值在上市之后，它会以股价的形式被显现的出来，也就是有了一个具体的价格。但是非常令人糟心的是，此时此刻那部分在会计报表中被隐去的人力的资产价值却上市以后却进了企业股东的腰包里面去了，而作为普通的打工人，普通培养打工人的父母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人力资产变现的好处。
所以将人力资产用具体的数字显现的展示出来，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公司雇佣了一个人，就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这个人的资产化的价值，每个月的工资就应当记为这个人的资产价值的一个折旧。这样对于公司来说，他雇佣的人越多，他的整体的资产就越多，就能够得到的就更容易的去拿去做抵押贷款。雇员在会计表中就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成本了，它同时也就变成了资产的来源。而公司需要裁员的时候，它削减的并不简简单单是成本，同时也会降低它的一个净资产，提高它的资产负债率。这时候裁员对股价的影响就变成了一个双向的了。这个时候它就会裁员这件事情就会需要变成一个左右均衡的一个决定了。另外，企业也会更加热衷于培养新人，毕竟新人的能力增加以后，他的资产价值也会升值，这使得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更加的好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人力资产化应该如何计价呢？答案是现成的，和计算资本股票的方式一样。让我们再次回到篇外第 8.5 集，在那一集里面，主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一年能赚15万元，省吃俭用存钱存了10万块钱，那么他值多少钱呢？在现在的人力市场上，显然他还是只值15万块钱，因为他的技能没有提高，市场对他的技能的需求也没有变化。不过当我们按照资本的定价方式，也就是利润乘以利率的导数来计算，结果就会大相径庭了。假设现在市场利率是 2.5%， 也就是 0.025， 那么这个人的价值就是10万乘以1除以 0.025 等于400万，也就是这个人就值400万了。当然，这样的计算只能作为一个资产化的粗略的估算，作为一个基准值。每个人的能力、知识、身体状况、劳动意愿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对不同技能的需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虽然我们有一个估算人力资产化的基本的公式，但是最终价格如何反映个人能力变化和市场变化呢？主播有个想法，也许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个人劳动力资本市场。当一个人高中本科或者博士毕业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他就可以挂牌上市。当然，这里说的上市是指人力资本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有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小贾啊，他毕业了，他就把自己挂到了这个人力资本市场上。这时候恰好有一个公司 A 公司想要雇佣他，而且小贾也愿意，这时候 A 公司就可以从人力资本市场上把小贾买走，这一笔钱可以用于还小贾的助学贷款剩下的钱也可以给到小贾的父母。这个时候父母对儿女培养的价值也就有了一个变现的渠道了。然后当小贾完成了在 A 公司的工作，需要和 A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 A 公司就可以把小贾重新放到人力市场上去挂牌，卖给下一家的公司，比如说 B 公司。显然对于 A 公司而言，给即将解除合同的小贾找到出价高的下家，这个时候 A 公司就有机会优化自己的财务报表，也就是他有机会赚钱。如果 A 公司在小贾干活期间同时提供了良好的职业培训，提高了小贾的人力资产价值，此时 A 公司就能以更高的人力资产价格把小贾卖给 B 公司，这样 A 公司反而就能赚到一笔钱了。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无数的打工人和无数的企业就会形成一个资本市场，那么人的资产化的价格就会在这个市场中逐渐形成。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那如果 A 公司给小贾找不到下家，或者小贾想休息一段时间怎么办呢？也没有问题，
A 公司可以按折旧后的价格将小甲卖回给人力资本市场的做市商，那么通常也就是人才中心啊，由他们重新把小甲挂牌上市，或者由这样子的做市商人才中心再给小甲提供技能培训，这样就实现了人力的资产化，也就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价值了。从财务报表的角度上如果去看的话，那么就好像记录厂房、机床、电脑、机器人一样，把人也记录在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一侧了。就好像人有了机器人才有，但是人类却从来没有过的权利一样。这时候关心人权的朋友也许会大吃一惊，人怎么可以像机器一样被买卖呢？人类用了4000多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奴隶制，怎么又回去了呢？人怎么可以被其他人或者其他机构所拥有呢？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假设的市场里面买卖的是人吗？不，买卖的是一个人一天8小时的劳动权，而这个劳动权的确是应该被记为资产的。A 公司买了小甲，并不代表 A 公司就拥有了小甲，可以对小甲为所欲为。小甲依然是一个自由的人，拥有人权，受劳动法保护。就像俱乐部花了几千万上亿美元买了一个球星以后，这个俱乐部就拥有这个球星了吗？可以对这个球星为所欲为吗？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向来是人们落后的思想，不健全和执行不到位的法律。你情我愿的买卖只会增加社会的幸福感。聪明的观众朋友，你对这个大胆的想法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会。